Hello， 大家好，先来看一下加拿大的疫情。今天加拿大新增病例6424例，新增死亡病例141例。先来看看房地产方面的消息吧。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 CMHC 发布了一个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评估报告。这个报告警告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正面临泡沫化风险。他们说，虽然这一泡沫化风险整体来说处于中等范围，但是呢，加拿大15个主要城市中，房地产市场处于高风险的城市数量已经超过了低风险的城市。先来一起看看哪些是被 CMHC 评为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价格虚高的高风险城市。这些城市有安大略省的哈密尔顿、新布伦瑞克省的蒙克顿。在这里它没有细分市场啊，其实如果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多伦多的公寓市场也应该放到高风险的城市里边去。今年10月份的时候啊，瑞士银行就把多伦多排在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世界前3名。第1名呢是慕尼黑，第2名是法兰克福，第3呢就是多伦多。而且呢，这也是北美唯一一个上榜的城市。被 CMHC 评为房价虚高的城市包括安大略省的多伦多、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萨省的里贾纳。CMHC 的报告指出，加拿大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今年夏天和秋天都出现了强劲上升的局面，但是这完全与加拿大的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的幅度脱节。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的首席经济师鲍勃指出，虽然加拿大政府在今年的疫情下推出了大手笔救市和补助项目，但疫情对加拿大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有着长期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加拿大人口袋里的钱在减少空口无凭，必须拿一个数字来证明一下。第2季度末的时候加拿大人的总储蓄是901亿元，到第3季度末的时候呢，总储蓄就变成了568亿元，大幅度减少了36.96%。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疫情期间加拿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跌。另外呢，就是很多家庭都申请了贷款延付，这个时间到期了，他们就要还贷款。2020年呢，可以看得出来是 CERB 等疫情救助金挽救了加拿大的楼市。加拿大政府呢，为此也花了很多的钱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今年7月份对本年度财政赤字的预测呢是3432亿加元。他们预计在今年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也就2021年3月份，这个赤字呢会达到3816亿。如果疫苗效果不好，疫情还会持续，这时候呢，他们预测这个赤字呢会超过4000亿加元。2021年再有 CERB 这样的大规模的疫情救助金项目，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所以2021年加拿大的楼市充满着不确定性分享一个移民方面的消息，魁北克省计划推出来一个不要求法语水平的移民项目。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个新的移民政策说的是，如果你的专业是人工智能、视觉效果或者是信息技术，而且呢能在蒙特利尔市找一份年薪10万加元的本行工作，那么呢你可能就不需要会说法语就能移民到魁北克省。如果是找到了在蒙特利尔市以外的本行工作，当然必须得在魁北克省，年薪就会从10万加元降低到75000加元。这就是魁北克省移民部今年冬天准备推出的一个技术移民试行项目，计划接收550人，其中一半可以不具备任何法语能力，但是呢，必须保证在来魁省之后开始学法语。这个项目计划实施5年。魁北克省呢，一向注重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按照魁北克省技术移民打分标准，在50分当中，法语流利者可以获得16分。而这个移民项目呢，可能是魁北克省自从有权自行选择技术移民以来第一次放弃法语要求。魁省移民部呢，同时推出的另外2个试行项目，则要求申请人呢有能力用法语交流。这2个项目呢，分别是面向护工和食品加工从业者。目前呢，这个计划已经引起了魁北克省反对党议员的质疑和反对。省长乐高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此事的时候非常尴尬，他表示自己不了解有关的细节，但是他说，总体来说，省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符合企业需要的技术人才，并会向他们提供法语课。魁省推出这样的移民项目意味着魁省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自己放低了身段放宽对法语的要求。无论是工作类移民还是留学类移民，法语方面是从来没有放松过要求的不管怎么样呢，放松法语的要求对魁省的经济发展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好处的。
一味守着法语这个门槛的话，只会把更多的人才排除在外。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生活、经济、房产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